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成功转型之后，赵丽颖为何又站在新的十字路口？赵丽颖的新剧开播了，目前播出过半，热度雄踞榜首。搭档黄晓明，配角陈明昊、耿乐、张唯一，还有已故的朱媛媛，都是叫得出名字的演员。但就是这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，却让 Sir 有些奇怪，怎么看都看不顺眼。小成大事，靠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转型成功的赵丽颖，又搭上主旋律的顺风车。小成大事，顾名思义，讲述平川县的第一座现代化城市粤海从0到1的发展故事。赵丽颖饰演的粤海镇长李秋平，是一个从县委秘书做起，最终跻身领导班子的基层女干部，可以说是根正苗红。这个角色比她以往的所有角色都更耀眼、洁净，一身正气。但问题是，红的密集，亮的瞩目了，然后呢？在重复正确的路径里 ，Sir 只看到一个无效内卷的赵丽颖。小成大事的剧情简单到没有赘述的余地。赵丽颖饰演的李秋平遇上了黄晓明饰演的郑德成，一个是县委出身、脾气温和的理想主义者，一个是冲锋在一线、手握基层人脉的刺头。两人对粤海书记的竞争以郑德成的当选而告终，但李秋平也没闲着，领导安排他前往粤海当选镇长，监督粤海的发展工作。两人合力建起粤海镇政府，加上另外几个人、几间房，一个大院里的草台班子，就这么组成改革开放初期第一颗人心向上的火种。看起来很燃的样子，但比好评更先来的是争议。有人说，为了给黄晓明和赵丽颖陪跑，居然安排一个参加工作23年的老干部在台上紧张到忘词，可以强调城市建设的必要性。但你让一帮中国人演的假洋鬼子冷不丁来这里挑刺，是几个意思？陈法蓉饰演的港商，更是在没有进一步研究项目和看到投资回报优势的情况下，被一个印了自己照片的假选美奖杯感动得眼泪汪汪。80年代的港商都是见过血雨腥风的老江湖，会被这点甜头收买，的确很正能量。反映的问题也都基于现实出发，比如那个年代的城乡面貌。但问题是，一切情节都那么低幼，人畜无害，有时 Sir 甚至感觉在看小品。至于赵丽颖，很抱歉，作为这部剧热度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，市场期待的重中之重。这一次的赵丽颖浪费了自己。用一个关键词就能概括赵丽颖在剧里的演技：公事公办。不论是在县委向领导自荐，负责外国友人的迎来送往，甚至是面对民企有为政策这样伤及成见筋骨的意外，赵丽颖的李秋平脸上永远是一副镇定克制的表情，外加45度嘴角向上的郑建照笑容，能看出他在很努力地扮演一个基层干部，维持一副标准的村官做派。这样的表演有错吗？没错，公家的戏就用公式化的表演，但该有的私人处理也都被统统抹去了。就拿这场情绪上头的吵架戏来说，刘薇薇饰演的刘姐不光是平川县的干部，更是李秋平的闺蜜。二人因滨海路的归属发生冲突，她的额头青筋暴露，暗含哽咽。明明说好这条路给县里干部安家用的，怎么好闺蜜出尔反尔，动自己人的蛋糕，胳膊肘往外拐呢？而对戏的赵丽颖呢，辜负了最好的朋友和一众干部信任的她，情绪完全没有顶上去，只抿了抿嘴，程序化的难受了一下，然后继续打官腔，让对方顾全大局。果然演技都是对比出来的。还有这一场，李秋平为了粤海拦截了男友的争议性报道，气走了对方，她问心有愧，只好拼命吃馄饨来发泄。吃是咀嚼，是吞咽，是通过机械的生理行为展现主人公情感的大开大合。
比如《天下无贼》里刘若英那段著名的吃烤鸭戏，眼眶泛红，眼泪决堤，企图用食物来堵住无法抑制的悲伤；或是《花样年华》里吃云吞面吃到味同嚼蜡，痛苦万分的梁朝伟。而赵丽颖呢？你看不出她内心有多懊恼，只感觉她是真饿了，吃得很香。为了挽尊一下，还加了一句骂自己的台词，以展现内心的波动。服务员没听清，问了一句什么？赵丽颖抬起头，眉眼清澈地盯着他，笑着重复了一句：“我是王八蛋。”和前面一样，你不能说赵丽颖这段演得有多么抽象，多么出戏，但就是给人一种小孩冲大人的装成手感，充满了一种故作深沉的刻意。不坏，但也绝对构不成好。就算删掉，也不影响剧情。但也就是这样的演技，贯穿了整部《小城大事》。赵丽颖诠释的李秋萍，不像人，倒像一个大字标语，上面写满了五讲四美，遵纪守法，明察秋毫。你看不出朋友、亲人、爱人或其他个人生活对她的重要性，好像她生来就是为了粤海的建设，时刻准备着为集体付出，认为一切都该为宏大让步。按理说，这个会说一口流利的法文、有玩乐队的外国朋友，更是全县唯一一个大学生的年轻女孩，应该有着独立，甚至与众不同的思考。可是呢，这些设定丝毫没有融进她的性格里，只成为角色在县委立足、受组织器重的背景板。她像校门口抓红领巾的三好学生，动不动就给人上课，做思想政治工作。当粤海的其他人都有自己的脾气、私心和欲望时，只有他追在所有人的屁股后面，苦口婆心地抓工作、催进度。人物板正的，连内心 OS 都像是在上党课。主旋律是家国大义高过一切没错，但问题在于，为什么改革开放对国家而言那么有纪念意义？为什么一批批的献礼作品都在歌颂这个时期？那是因为这样猛进而磅礴的发展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花了自己的时间，牺牲了个人的生活，承担了风险，将全身心投入到建设中去才有的结果。换句话说，事先有个体的挣扎和抉择，才有了集体的发展。如果牺牲没有了重量，那么这个从人变成重的过程也就少了力道。而赵丽颖的演技就像参考答案一样，从来以不出错为标准。她从一开始就成了重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一个人。3.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为什么说赵丽颖是在无效内卷？平心而论，赵丽颖是很卷的。尤其是这几年，和很多演员不同，你经常能听到她不断进组和杀青的消息。自2024年第20条之后，我们看到了她主演的3部电视剧、3部电影，以及客串或配角出演的1部剧集和1部电影。他也自认为一直在改变，就像前些天他接受杂志采访时说的话：“角色上我需要一些变化。”双引号 L 看起来都是朝着好的方向在走。但翻看他近几年的履历，你会发现，自第20条后，他的电影事业明显陷入瓶颈。不管主演还是作配，基本都在5、6分徘徊，让人怀疑他挑剧本出了问题。电视剧不是古装玛丽苏，就是几年前拍好的作品，没有新货，让人感觉千篇一律。似乎那个认为自己在不断挑战不同角色的赵丽颖，与观众眼里改变微小的赵丽颖出现了严重的偏差。甚至于更狠一点说，赵丽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成绩中游的学生，每天起早贪黑，用尽所有时间、所有方法努力学习，最终考试成绩一发，还是60分。为什么？赵丽颖似乎是困在了另一个舒适区里，接地气。这个舒适区看似辽阔，比如第20条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夏里，她分别是演被村霸欺负的哑女、振兴乡村的农妇，或是搭上改革春风的女企业家。但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，
这些作品里面的角色都由同一条准绳串起，或是出身底层，或是与底层打交道，都免不了一定的草根气息。说白了，这些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与赵丽颖人生路径相吻合，这为她理解、把握角色提供了支点。从此，我下定决心，不再做依附他人的藤蔓，我要拼命生长，长成一棵树，把鲜花开满树冠。但问题是，现实主义不该是舒适区，尤其是对于一个演惯了古偶的演员来说，他需要你快速进步，才能适配这些不同的角色。但显然，赵丽颖是个只会借光，不会发光的演员，台词差，五官控制不好，是偶像剧时期就被吐槽的问题。她更加依赖神人神力，比如幸福到万家的郑晓龙，或第20条的张艺谋，只要天时的利人和，他就有很大的概率能诠释好角色。但他也注定要走出扔下明星包袱半途就算突破的阶段。现实主义的表演没有固定公式，真正的表演要走到每一个独特的角色里去。现实主义的方向的确让赵丽颖在85花中杀出来，不必重复仙侠古偶，但这条道路是无法躺平的，她需要更多努力。这种努力不是去拍更多的作品，排满自己的日程就能走稳的，而是需要你更认真地揣摩每一个角色的丰富度，认真提高自己的演技。要知道，当下适合中女的大女主戏越来越少了，适合偶像剧出身又想往现实主义扎根的女演员角色更少，停滞不前，只能让自己处于一个更被动的局面。但话又说回来，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，比烂片烂剧更难受的是，烂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。对比85花，寄希望于被验证过的成功再度显灵，在下降的水位中刻舟求剑，既是赵丽颖的无奈之举，也是他们的共同困境。担忧的不是流量转型失败，毕竟如果赵丽颖不演这样质量的剧，她又能演些什么呢？当劣质的另外一个选项不再是优质，而是虚无；当机会不是优中选优，而是有的吃就不错，那么不论在正确的角色，在奋发的时代，也无法掩藏昂扬的宏大叙事下那股被削得越来越弱的人民心气。没得选的赵丽颖跑在第一梯队，但她的面目却越来越模糊，她背负着另一群没有名字的群体。当转型成功这4个字被反复贴在赵丽颖身上时，很多人下意识地以为她已经走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，方向明确，口碑稳定，路径清晰。然而，真正了解她近几年选择的人会发现，恰恰是在完成转型之后，她反而站在了一个更复杂也更敏感的十字路口。这个阶段没有明确的模板可循，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。赵丽颖的转型之所以被认为是成功，并不只是因为她摆脱了单一类型角色，而是因为她在作品中完成了一次次有效的自我更新。从古偶到现实主义，从被保护的角色到具有行动力的女性形象，她用角色的重量重新确立了自己作为演员的坐标。但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出现，当观众开始认可她的实力，对她的期待也随之被无限抬高。新的瓶颈并非来自能力不足，而是来自如何继续。转型阶段，她面对的是能不能做到，而转型之后，她面对的则是还能怎么做。当演得好成为基本要求，任何选择都会被放大解读，选得保守会被说停滞，选得激进又会被质疑风险。这种结构性的压力是很多成功转型演员都会遇到的现实难题。此外，市场环境的变化也让这个十字路口显得更加复杂。类型融合加速，审美迭代加快，平台策略不断调整，使得好角色本身就变得稀缺。对赵丽颖而言，她已经无法回到数量取胜的阶段，而必须在有限的机会中做出更精准的判断。每一次选择几乎都意味着取舍，也意味着放弃另一种可能。更重要的是，赵丽颖正在经历的是一种成熟期的焦虑。
他不再需要证明自己能红，也不再急于证明自己有实力，而是开始思考长期价值，哪些角色真正能留下来，哪些作品值得投入时间。这种思考会让节奏放慢，也会让外界误以为他卡住了。但事实上，这更像是一种主动的停顿，而非被动的停滞。一身黑色中山装，全场安静了。王一博红毯亮相自带静默气场。2026年微博之夜红毯上，王一博身着黑色中山装亮相时引发的短暂集体静默现象，被网友调侃为路过之处没人敢吱声，实则是其强大气场与观众屏息凝神的共同作用。一、红毯静默的核心场景还原，气场形成的视觉冲击。王一博以墨色立领中山装搭配香奈儿山茶花胸针亮相，微卷羊毛卷发型与极简剪裁服饰营造出低温美学氛围。其步履沉稳、眼神疏离的姿态被媒体形容为交腹级登场。行走红毯时，现场媒体和粉丝短暂屏息，闪光灯频次骤减，形成约数秒静默。静默后的爆发式反应。静默结束后，现场爆发延迟性尖叫与欢呼。粉丝解释这种现象为敬畏感，并非恐惧，而是被震撼后的本能反应。有观众调侃，不是不想喊，别人不喊我也不敢喊。而另一视角显示，王一博离开红毯区后，粉丝声浪明显回升。二、现象背后的多维解读，造型与身份的叠加效应。东方美学符号，中山装象征传统庄重，香奈儿珠宝注入现代奢华，矛盾感塑造金贵又威严的视觉语言。跨界沉淀加持。2025年，王一博以赛车手、纪录片发起人身份淡出常规活动，此次回归带着户外探险的硬核气质，人生及旷野的公众认知强化了气场厚度。群体心理的微妙互动。部分媒体反馈，静默源于对其艺术感造型的拍摄专注，而粉丝则因珍惜近距离观察机会，刻意收敛声量。王一博日常外冷内热的反差形象，台上霸气，台下害羞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克制反应。三、关联事件与反差魅力。红毯与内场的风格切换。静默仅发生于红毯环节，内场环节王一博换穿靛蓝牛仔透视西装，瞬间切换摩登风格，形成红毯双杀反差。登台领取纪录片奖项时，他调侃攀登球长沿的镜头像介绍旅游景点，并4次强调下次还来，状态松弛幽默。敬畏感与可爱感并存。粉丝趁其内娱 King 网络玩梗、非官方标签的同时，也强调他鞠躬最深，温文尔雅。网友直言，王一博是外表凶悍狮子王，内心害羞乖猫咪的反差体。领奖时一句希望大家也开心更显真诚。四、关键事实澄清。静默范围，现象限于红毯区特定时段，王一博在签名、受访环节均与媒体正常互动。数据真实性，话题单日阅读量达5亿加，但网传3小时破3亿等表述存在夸大。纪录片名称，获奖作品为《探索心境2》，记录王一博无替身挑战520米岩壁的真实历程。注：该事件本质是公众人物强视觉符号与群体心理的碰撞。王一博通过造型与气质的极致化表达，在特定场景下激发了观众对距离感美学的集体默契，而后续互动中的松弛感又迅速消解了距离，形成完整叙事闭环。王一博以一身黑色中山装踏上红毯的那一刻，现场出现了极为罕见的静默感，并非因为冷场，而是一种被气场自然压住的安静。没有夸张的造型堆叠，也没有刻意制造的视觉刺激，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线条利落，姿态克制，却让人不由自主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。这种效果恰恰说明了真正成熟的审美与气质从来不需要喧哗。中山装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文化重量的符号，它不追逐潮流，却承载着时间与秩序；它不强调个性张扬，却天然蕴含着稳重与力量。当它出现在红毯这样一个习惯于西装、
礼服与高定叙事的场合时，反而显得格外醒目。王一博选择黑色中山装，并不是反潮流的姿态，而是一种对自我风格和文化审美的高度自信。他清楚自己不需要用复杂的设计证明存在感，本身就是焦点。很多人注意到，那一刻的安静，其实是一种集体情绪的变化。红毯向来是信息过载的地方，人们习惯快速扫视、快速评判，但当王一博出现时，节奏被无形中放慢了，镜头停留得更久，视线更集中，讨论声反而降低。这不是偶然，而是气质与场域产生的化学反应。当一个人足够笃定，周围的世界自然会为他调整频率。从他的职业轨迹来看，这样的气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，多年高强度的工作、不断切换的身份，以及对自我要求的长期坚持，让他逐渐从被观看者转变为能承载意义的人。红毯只是一个短暂的展示窗口，但真正支撑这份从容的，是他在作品、选择和生活方式中积累下来的稳定内核。外在的简约，往往来自内在的充实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亮相也让人重新思考红毯表达的意义。时尚并不只是追逐最新趋势，真正有力量的造型，往往能够与个体的精神气质产生一致性。王一博的黑色中山装，没有试图抢走场合的注意力，却反而成为最难忽视的存在。这种静默的存在感，在当下尤为珍贵。它提醒我们，审美并不一定要靠高声量来完成。对公众而言，这样的瞬间之所以引发共鸣，也与当下的情绪环境有关。在一个信息密集、表达过剩的时代，人们越来越容易被疲劳感包围。相比张扬的展示，很多人反而更渴望一种克制、有分寸的力量。王一博所呈现的，正是这种不急于表态、不需要证明的状态。我站在这里，就已经足够。回到静默气场这个说法，它并不是冷漠或疏离，而是一种对自我边界的清楚认知。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只需存在。知道怎样与世界相处，而不被世界牵着走。这种气质，并非人人都能在聚光灯下保持，却恰恰构成了它与众不同的地方。最后想对观众说的是，与其急着解读他穿了什么，他赢没赢，不如试着感受那一刻传递出的更深层信息。真正的力量未必来自外放的表达，而可能源于内在的稳定与自持。无论是在红毯上，还是在生活中，当我们逐渐学会与自己和解，与节奏保持距离，或许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静默气场。那不是为了被看见，而是为了更自在地成为自己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